Hello， 大家好，我是怡言。刚刚官方他们放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呢就有讲到未来的计划，这个在我之前的影片呢有讲过了，就是那时候在美国办线下见面会放出来的影片，我只是用讲述的方式解释给大家听而已。那里面内容我要讲解的大部分都已经讲解了，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新的统帅。这两位隐藏统帅呢是官方那一天没有放出来的我没有想到他们还留了一手。那根据官方一贯的惯例来说呢，这两个统帅其中一个是金色，另外一个是紫色的。虽然在之前我有提到官方会出新的工兵统帅，一个是诸葛亮，另外一个是来自希腊的女性统帅，不过每次出新的文明呢都会额外再出一个金色跟紫色的统帅，也就是说很大可能官方下一次更新之后会出现3个金色统帅，一个紫色统帅，像之前的维京文明、埃及文明都是一金一紫。那么这两个统帅呢我觉得左手边比较像金色多一点，右手边比较像紫色的，一般来说文官都是紫色比较多就像之前的埃及文明、印和天还有图特摩斯，我也稍微去搜索了一下这两位统帅身份的可能性。那其中我看到右手边那个呢其实我大致上心里都有一个答案了，如果你们有玩过文明6的玩家大致上都知道应该是谁了，伯里克利。也就是说这个统帅呢他不是头长得奇怪，你们别以为这个是奥提斯他只是把头盔戴在头上而已，他这个造型也算是蛮独特的，比较少统帅呢会这样子戴头盔啦，就戴一半不戴一半然后看他的身体造型呢，衣服啊、头盔啊，他手上拿着的卷轴都是很符合官方的剪影，还有包括他的胡子。不过在文明6里面他有背着一个斜背包，不知道他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不是也是背着一个斜背包，看起来好像是，那个我不确定是不是斜背包又好像是衣服。我还有搜索到他的雕像是长这个样子的。这100颗搜索到的资料呢，他是政治家、演说家、将军，所以他的身份也是很多。他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现存的很多古希腊建筑都是在他的时代所建。他还帮助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阶段击败了斯巴达人。尤为重要的是，他培育当时被看作非常激进的民主力量。他的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不过百科讲到他这么厉害呢，通常万国觉醒设计出来了，只要他的技能不太好呢，都没有人要去练虽然如此，不过我觉得官方呢也不能设计到太差，因为如果设计到太差的话，可能当地的玩家就不太满意了。像印和天的话，其实他是紫色统帅，但是他的技能呢可以堪比图拉真，他算是一个迷你版的图拉真，对于平民玩家来说还是蛮不错的统帅。至于左手边那个统帅呢，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斯巴达王我真的是想不出来有谁了。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跟斯巴达王错开的统帅又要长到类似这个样子的，我只找到一个而已，皮洛士。你们看这个画像是确实很像啦，其实看他的右手应该拿的是长矛吧，不过看到很小只，有可能断掉了还是什么，这个只是画像而已。然后他有头盔，也是有披肩，还有盾牌之类的，所以我推测有可能是他，因为其他我找到有盾牌的就是斯巴达王了不然就是那种希腊神话的一些神明，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在万国觉醒里面的。然后这个是他的雕像，这个应该是刚刚那幅画的完整版雕像。不过看到他的脚做比较呢，你们有发现到吗？这个他的脚裸那边确实是有一张脸了，并且他脚放的位置呢也是跟雕像是一样的。那你们觉得呢，会不会是这个统帅呢？毕竟之前议员有猜错的案例啊，所以有可能我猜错统帅了也说不定。但是我觉得我右手边猜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啦至于这两位呢，官方是已经证实了是工兵，不要再跟我讲是什么领袖了，领你的妹呀！从去年就已经讲了，诸葛亮是工兵，工兵不会听，诸葛弩就是他发明的，一直说什么诸葛亮是军师啊，他是领袖才对呀，不啦不啦不啦，这么厉害你来爆料啦。右手边这个统帅呢，我不确定是不是希腊的统帅，因为那天我听到官方策划他是讲很多新的统帅出现，包括诸葛亮还有希腊统帅。那假设说官方前面都已经设计了2个新的希腊统帅，这个有可能不是希腊统帅来的，就变成我们现在要找的方向是比较难一点然后从他的剪影看呢，确实那个是头，身体下面那个是王座来的。现在能搜索到的方向已经去掉了，就变成我们比较难猜。再加上他的背景呢，他那个背景是通常给那些还没有出现文明的统帅使用的背景。打个比方说，洛哈就是用这个背景，所以只能用排除法，可能这个统帅是我们目前没有拥有的文明，这个就要靠各位去猜一下这个统帅到底是谁了。那假设说官方之后要出希腊文明的话，我觉得他们背景应该是设计好才对，还不至于用这个背景。就比方说诸葛亮他是中国的统帅，所以他的背景也是用中国文明的。那你们觉得这个统帅到底是谁呢？接下来官方出了希腊文明之后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认为官方之后可能会复活木马祭。木马祭是在我们刚进入征服赛季之前的第一个版本是有出现过木马祭的。木马祭就是在特洛伊战争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自希腊的一个传说。不过木马祭之后是被顶替掉了，变成八方逐鹿。现在我们看到的法国文明，也就是贞德呢，因为它的出现之后，官方就设计了新的剧本出来嘛，就变成这场 KVK 的主场就是关于贞德，围绕着贞德的故事。假设官方是真的复活木马祭了，他们就可以利用新的希腊统帅作为剧本的主角，让这个剧本围绕着希腊统帅。既然都已经出现了奥尔良之围，我觉得木马祭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再加上现在有很多三国统帅，你们有发现到吗？吕布、关羽、貂蝉，还有即将要出现的诸葛亮，都是来自三国的。所以我觉得官方之后可能也可以搞一个赤壁之战啊，可是赤壁之战就是海战了。我不懂官方要怎样去设计海战啊。当然我所谓的海战是真的打仗那种，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玩的怒海争锋啊。这个怒海争锋在 KVK 真的打起来的话，应该是不好操作，也间接性的变成统帅的技能全部都已经废了，都用不上。在之前陆服的27服也是有投诉的，这个是中国游戏，可是没有看到有多少中国元素，所以我觉得官方加进去的话应该也是不错。就算不是加入赤壁之战，也可以加入之后的三国也可以，又或者华容道也是可以啊，毕竟现在有曹操也有关羽。又或者官方之后分成三国无畏蜀也是可以，这样玩的话应该会更好玩。而且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一个剧本是只有3个阵营而已，所以策划你们醒目一点啊！议员都已经帮你们想出 idea， 你们还不去设计？就算出完三国之后呢，我还有新的剧本给你们。我们现在还有战国时期的统帅，就比方说本多忠胜、石田三成、武田信玄，也是可以弄一个战国版本的。并且我觉得官方之后可能会再设计一些战国时期的统帅，比方说织田信长这么出名的统帅呢，为什么还没有进入万国觉醒？所以我觉得他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我们的剧本呢，其实都是围绕着圣城，圣城就是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地点，其中里面包括的统帅啊，像理查啊、萨拉丁这些，他们都是在里面打仗的。就是说官方一开始的方向呢，就已经往外国那边去想了，不过也算是正常啦，毕竟欧美的历史会比较久一点，也比较出名。万国觉醒一开始针对的市场也就是外国市场啊，所以他们设计圣城的故事或者是方向去跑也算是正常的。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回来这个市场了，因为那边可能给他们开发到没有东西可以开发，大部分的统帅都已经出现了。现在奥尔良的故事也是在英法百年战争里面发生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设计新的剧本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了。那我是想说，反正他们现在已经去接触了希腊的文明嘛，有可能他们就会随着这个方向去研究木马祭也说不定。那你们对于新的统帅还有未来的剧本有什么猜想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